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今天我们来聊政治化吐槽深圳机场事件。随着这个事件的发展政治化开始被政治化。这个事件从一开始的同情，到监控视频曝光后的舆论反转，再到铺天盖地的指责，整个过程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他是否真的理解身障人士的处境10月25号的下午，台湾歌手郑智化在微博发文，详细描述了他在深圳机场的遭遇。大概意思就是说深圳机场对身障人士的态度没有人性。升降车在停靠机舱门的时候，离地板有25公分左右的高度差，他的轮椅根本就推不进去，腿也跨不进机门。更让他愤怒的是操纵这个升降车的司机全程没有调整设备的高度，最后郑智化自称是连滚带爬的进入飞机。这位因小儿麻痹症导致从小就开始下肢萎缩的64岁的歌手，用连滚带爬这4个字倾诉了自己的委屈和愤怒。他说我已经算是一个有涵养的人，但对这种没有人性的行为和态度，我忍无可忍。紧接着深圳机场的反应也非常的快，当天傍晚的时候机场的官方微博就在郑智化的评论区回应，对他带来的不便表示深切的歉意，并表示深圳机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同航空公司启动核查。紧接着当天深夜23点多，也就快到半夜了吧，深圳机场又发布了详细的一个情况说明，说明中就解释说，郑智化乘坐的航班在这个航班到达的时候，因为之前的航班呢，然后他那个停机位可能靠近航站楼，能用廊桥直接上飞机的这些位置就已经饱满了，所以安排了就是远机位的一个停靠。为了方便轮椅旅客登机呢，机场还安排了行动不便旅客登机车，是一种专门供轮椅人士使用的这么一种登机车。但是呢，这里要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由于飞机它在旅客上机和这个货物装载的时候，这个飞机它毕竟会有一点点轻微的这种移动和晃动，所以呢，为了保障这个设备呢，避免刮擦这个飞机，根据这个安全操作规范说，这个登机车和飞机舱门需要保持一个20厘米左右的高度差。最终呢，在一名航司地服人员和一名机组人员的协助之下，郑智化还是安全的进入了客舱。机场就还承诺说要改进，将为有轮椅旅客的航班尽可能提供廊桥靠接保障。对于确实没有办法靠桥的航班，轮椅旅客呢，现场的保障人员数量由1名增加到2名，并且要开始试点前期已经研发测试的有一定坡度的那种就登机的连接装置，解决这个高度差的问题。本来故事到这里应该是一次良性的互动，就是旅客反映问题，机场迅速道歉，并且承诺改进那这个普及的都是广大的乘机人群不只是郑智化一个人。但是在10月26号的时候，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一个反转。当天呢，郑智化登机的这个监控视频被曝光了。那曝光的是谁曝光的？显然是机场曝光的然后这个视频就显示升降车与机舱门确实存在高度差，但全程有至少2名工作人员搀扶的郑智化，协助他使用拐杖平稳地进入了机舱，耗时大约2分钟。有人说这中间有一些跳帧，大概30秒跳帧那画面中并没有出现字面意义上的这个匍匐爬行连滚带爬这样的一个动作。于是这个舆论瞬间就逆转了，有网友就开始质疑说，郑智化的表述过度夸大了吧？原来这就叫没人帮有网友又说了，其实受伤害的是3个帮助了他的工作人员。更有网友就开始往政治方面解读了，说他是台湾人呢，是故意来抹黑大陆的。10月26号的时候，郑智化就再次发文表示深圳机场已经向他进行了个人道歉，他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并且相信这只是个别的升降车司机的恶劣行径，而非机场的问题。但同时他也提到这不是一个个案，他在大陆的多个机场都曾经遭遇过安检的所谓刁难，也就比如这个南京机场要求他脱掉金属支架鞋，新疆机场强制他托运拐杖，还有上海机场检查他的金属支架，花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差点让他误机那面对越来越大的这个舆论压力，10月27号，郑智化发出了第3次声明，他承认这个连滚带爬这个用词是他登机不顺、一时气愤的遣词造句，为此必须道歉。他还特别感谢了推轮椅的小哥和搀扶他的服务人员，希望不要因此对这些服务人员造成不好的影响。最后他说因为事件引发的对少数群体利益的关注比他个人感受的意义更大，要交给社会各方进行讨论。我觉得这话说的挺好。这个事件最不应该发生的，其实不是25厘米的高度差，也不是连滚带爬这4个字的争议，而是它被迅速
政治化的这个过程。监控视频曝光之后啊，大量评论就开始指向政治化的这个台湾身份，指向他过去写过的一些批判性的歌曲，甚至有人说啊，他是台独分子，是故意来抹黑大陆的。有网友就说，听着政治化的水手长大的呀，没想到身体残疾了，心也残疾了呀，感觉他对我们的恶意好大呀，嫌内地不好就不要来了。还有人说，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为了泄愤，居然用连滚带爬这几个刺激大众视觉神经的字儿。如果不是有视频佐证的话，深圳机场真的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冤屈。可以说这种论断，我认为非常愚蠢，而且充满了一定的恶意。你想，一位肢体身障人士在机场遭遇了登机的困难，虽然受到了一些人帮助，但他心情非常不好。然后通过这个吐槽呢，造成了一定舆论，能够提升网友对身障人士的照顾的意识、关怀的意识。也就是说，本质就是一个旅客反映问题，机场道歉改进。但是这个现场监控视频曝光之后，这个事件迅速就被政治化解读了。其实回看整件事的本质是啥？就是机场的无障碍登机流程存在不足，这非常明显呢，给身障旅客造成了不便呢，继而呢，然后就被公开投诉的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位身障旅客的职业和身份换成任意的其他版本，估计都不会影响整件事的这个是非黑白，对吧？我们来细数一下，你说这个政治化，他在登机时是否遭遇了障碍？25厘米的落差，轮椅确实推不过去啊。然后这个机场的无障碍登机流程是否存在问题呢？是啊，那个深圳机场自己都承认了有不足，也给出了这个试点改进方案，而且他指出这些不足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足，说硬编出来的不足，不是啊，是吧？而且还有明确的改进方案。而且我们在现场还看到，其实那几个工作人员有点手足无措，好像对这种情况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在足足2分钟的时间才让他最后登了机哈，而不是说有预案，或者是说他们有经验，知道怎么去该处理这个情况。其实你看，无论这位身障人士他是知名歌手还是乞丐，无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无论这个身份是台湾同胞还是香港同胞还是大陆同胞，都不会改变这个核心事实啊。我不是给政治化洗地啊，我也不是他歌迷，我特意去搜了一下政治化在两岸的一些言行哈。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其实他一直在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的一些交流。他还曾经指责很多台湾人用阿六仔这种说法来取笑大陆人。那就这样一个人，就因为吐槽了一座机场的无障碍设施应该完善，那就被政治化，被打为台独分子。就算他说话不好听，那你有必要这样吗？我们再来看一下深圳机场，你说吐槽一下，后续他又承诺了改进，那不仅是对身障人士有帮助，其实对每个人的未来都有帮助啊，因为大家都会老啊，年纪老了之后都会成为这个行动不便的人士，有何不好呢？何必把他这样一个吐槽和促进改善的这样一个行为政治化呢？很多被正能量冲昏头脑的人，其实他完全意识不到一点啊，就我们每个人首先就是人，然后才有健全和身障的差异，然后才有大陆和台湾的地域差异和文化差异。用政治化的视角去解读任何一件事情之前，其实都有必要过脑子想一想啊。对于浑身都是敏感点，对什么事儿都不能说坏，只能说好的这维护，是不是真正有利于我们作为个体的每一个人的幸福和尊严呢？那具体到政治化遭遇的这件事来说，如果政治化不吐槽，对于深圳机场以及全国其他机场改进无障碍这种服务是有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大家想一想，以后那敢于公开投诉公共场合无障碍设施不足的用户是会更多还会更少啊？机场的无障碍设施的完善是身障的台湾同胞用的多，还是身障的大陆同胞用的多呢？而且我觉得除开这个事情哈，我说一下从我自己的角度观察到的吧。比方说出国前在北京上学还有工作的时候，确实我在马路上很少见到这种身障人士自己推着轮椅上机，比较少。对，偶尔见到可能也是说在小区里边有些大爷大妈坐着轮椅，但是在小区里面还有家属推着，在小区里面晒着太阳。但是出国以后啊，可以说就是这是好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社会呢对此也比较接受吧，就是说有这种身障人士推着轮椅自己在商场里逛街，或者说在马路上就推着轮椅，就他们那个轮椅好像是电动的，就是自己按一个按钮，反正就自己那个轮椅还挺快的，就是大家也都见怪不怪。然后我观察过，在公交站台，一般司机到了之后呢，如果说有坐轮椅的人在这里排队等着，首先大家就是会非常默契的让坐轮椅的人先优先，就是大家会很默契的就排在他身后，就是虽然他比如说行动比较慢呐，耗费时间比较多，但
是也没有人去指责。然后公交司机呢，一般就是说会放一个坡，这样的话坐轮椅的人他自己就是他那个轮椅，他按一下就慢慢上那个坡。除了公交、地铁站啊这种对身障人士坐轮椅都非常的照顾之外，还有一点让我比较惊讶的就是所有的公寓楼门口或者说所有的建筑门口，它只要门口是有这种楼梯台阶的，哪怕只有几步路，哪怕这个楼梯口啊其实很矮，但是它旁边一定是有那种就是有坡度的，供这种身障人士推轮椅的走道。也就是说，但凡有楼梯的地方，就一定有那种有坡度的，就是你如果上不了台阶，哪怕只有3、4个台阶，旁边都一定有一个这样的缓坡，是供轮椅人士使用的。我觉得这点让我还就是觉得还挺感动的。第3个让我比较惊讶的一个小点就是所有的游泳池，不管是公寓楼里面自身带的一个游泳池给这个楼里住客使用的，就是小型的这种游泳池，还是说城市里面这种大型的游泳馆这种大型的游泳池，每一个游泳池里面居然都有供轮椅人士使用的，它这样一个就是像一个那种类似的装置吧，就是轮椅车放上去，然后就可以进到这个游泳池里面。这点让我就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我当时在看见的时候呢，我还想说，因为他们的轮椅车每天都推着在外边嘛，那肯定会沾有灰尘啊或者沙子，不知道他们在进入游泳池的时候是否会说去专门的冲洗还是怎么样。但是就是每一个游泳池都有这样的装置。我在带孩子呢在外边学游泳的时候，就是那种大型的游泳馆哈，然后他那个就是他那个游泳有的时候还真就遇到过坐轮椅的人进来享受，然后他们一般就是说在外边的那几条泳道，但是你想池子都是同一个池子，也就是说哪怕是身障人士要坐轮椅出行的，但是呢他们这种你其实像游泳已经是属于一个这种享受型的一个服务，并不是说每天吃喝拉撒一个最基本的生活嘛，对吧？也就是说在享受服务上面还是一样的去满足他们。我觉得这点就是确实这个人性化的关怀程度吧，是让我觉得还蛮震惊的。关于这个轮椅车能够进入泳池，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这个你是第一次，那你可能都没注意到，因为有的时候不是你带儿子去上游泳课嘛，真的就每一个都有。确实，如果这一点都想到了，我有点让我震惊。而且让我很惊讶，就是他们的轮椅车是直接进泳池的。是说专门还有另外一个进泳池的，还是说就是他们本身那个这个我还没有去确认，但是确实他们的轮椅车是直接就是放到泳池里边了。回到这次事件的核心，就深圳机场的服务到底有没有问题？也就是说，政治化的吐槽有没有道理呢？从机场的角度来说，他们确实已经做了挺多努力了。你像这个视频里面就显示，有至少2名工作人员全程协助政治化登机，而且态度也很耐心哈。机场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就说这个登机车和飞机舱门呢需要保持20厘米的高度差，这是一个专业的意见，是为了防止这个设备刮擦飞机，这是安全操作规范的一个要求。但我觉得紧接问题就来了，就是这个安全规范。虽然是专业人士指出的，但是否能够进一步完善、改善一下？比如说，在有可能发生刮擦的这些凸起的这个边缘地带，你用一些橡胶或者柔软的一些其他材质包裹一下，那样呢，你不就可以既避免了这个硬性的刮擦，然后又可以让这个平台尽量保持这个水平嘛，是吧？也有专业人士指出，说这个机场说的这个国际标准的高度差应该是小于或者等于5厘米，25厘米呢属于操作失误。但不管怎么说呀，这个20厘米的这个规范要求，这个本身是否就应该改进一下哈？那机场态度当然是可以值得肯定的，就是他们没有回避问题啊，而且在第一时间就发布了情况说明，并且承诺要优化整改，为这个有轮椅旅客的航班尽可能提供比如廊桥靠街的这种保障等等。机场的这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工作态度，首先应该得到认可哈，尤其是对于身障人士来说，我觉得多一些关怀和照顾绝对是应该的。有一个脱口秀的演员在前2天就关于这件事情啊，就在深圳机场下面发了一个留言，就说其实啊，对于很多身障人士来说，他们要的呢其实是一种尊严，作为人的尊严，并不是说我身体有身障了，那我就需要一堆人来帮助我，那就弄得好像我特别与众不同。虽然我被帮助了，我知道大家好心，但是也让我觉得挺尴尬的嘛。其实我只需要就是说你们的这种设施能够完善一下，这样的话我自己我有轮椅，我自己就有门或者说电动，我自己就能过去了。就是要一个这种人与人之间这种平等的感觉。当然这黑灯那个评论我也看了啊，他的评论是比较犀利的啊。他说在有门的情况下，只需要把门打开，我就可以走出去了。你说不，今天情况特殊，开门太费劲了，我们安排2个工作人员协助您从狗洞出去，一样的啊，都能出去，别抱怨了。这个比喻呢就有点犀利了，毕竟是个脱口秀演员。
其实这次事件，我们更应该听听身障人士他们的发声。比如残奥会火炬手金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理解政治化的感受，因为身障人士需要尊严。他说这个连滚带爬其实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意味着屁滚尿流般的狼狈，描述的是内心的一种感受，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动作。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看法。说实话连滚带爬是个形容词。就像我们说的另外一个形容词屁滚尿流，那它只是形容一种状态，它不可能真的连滚带爬。当然其实也有残疾朋友曾经连滚带爬过。怎么说？你们看到他是撑着拐杖的，但实际上他的这25厘米的距离，他靠自己的能力，就靠撑拐杖，他还能够勉勉强强在别人的搀扶下，甚至他的脚没有办法受力的情况下，他花了很多秒的时间才挪上去的。但是假如说这个坐轮椅的人他只能用轮椅呢，他不能用其他的任何辅助设备来帮助他上去的话，他是不是他也只能连滚带爬上去？脊髓损伤的，这些腰椎瘫痪的，你要么就把他抱上去了。但是这样的一种形态对于残障人士来讲，他其实内心是有受挫的，是有屈辱的。所以连滚带爬这个词在我这儿我是能理解的。你觉得并不过火？对，我觉得并不过火。这位身障人士金晶的来头可不一般，他绝对根正苗红，是正能量中国10大杰出青年，2008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08年担任北京奥运会火炬手期间在巴黎用身体护卫圣火免受藏族分子干扰，被誉为守护咸阳云的天使也因此声名大噪。他的话呢是从身障人士的角度出发的。那脱口秀演员就刚才你讲这位黑灯，你看他刚才就也讲嘛，就用狗洞来做比喻当然这是一种夸大的方式。我解释一下这个黑灯的意思，其实也是说就是如果你能够合理的安排好通道，没有那25厘米的高度差，那郑智化呢可以有尊严的顺利的自己的就上去了。但是这个高度差就导致他不得不就狼狈的起身，虽然在有人帮助他，但是你看又得起身，又得支撑轮椅，又得迈过去，在2个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费劲的过去，其实对他们的身心是有损的那有人就说，至于吗？你看好几个人还帮你，你也过去了，你还要怎么着？关键是本来就不应该这样，这些金晶和黑灯表达都是这意思，就本来不应该这样其实身障人士他更是一个心理敏感的弱势群体，他吐槽2句，就算用了连滚带爬，又能怎么着呢？你看这网上评论的很多网友，他们其实本身都是敏感点，都好敏感动不动就政治化。你说人家身障人士凭啥就不能心里憋屈，不能吐槽呢？还有网友他就分享自己的经历，说以前做过阑尾炎手术当躺在病床上被医生护士推来推去，感觉自己就像一滩肉，仿佛不再是人，而只是一滩肉而已，完全失去了人格。还有一位网友从身障人士的角度分析说身障人士最需要的是能够辅助他们自由行动的那些便利设施，比如正常人走楼梯的时候一步就迈过去了，但是简单的楼梯对于下肢无法行走的这个残疾人来说犹如深渊。身障人士更需要的是楼梯边上有个坡道，他们坐着轮椅能够自己扶摇上去，而不是需要周围人帮忙把他什么热心的抬上去。这些声人其实都揭示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身障人士需要的不是施舍式的帮助，而是能够让他们保持独立和尊严的那种无障碍的环境。对，而且其实身障人士这个比例应该是不低的，因为很多人到了伴随着这个中老年之后，身体可能各方面出现了一些故障，需要坐轮椅。但是我们之所以觉得好像外边没有什么身障人士，没有什么人坐轮椅，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小部分群体，那有必要为了他们大动干戈，比方说又要把机场来进行整修吗？然后把各种商场地铁站的设施来进行完善吗？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有可能是这些庞大的身障人士群体他们出门发现实在是太不便利了，没有家人的帮忙，自己非常的狼狈，就导致于他们压根就不敢出去，所以才让大家误解，好像觉得他们是一个好像少部分群体。其实我觉得这个群体比例还真的是挺大的。
这次事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很多人没有尝试去理解郑智化作为一个身障人士的感受。郑智化今年64岁了哈，他因为小儿麻痹症呢导致下肢严重萎缩，7岁之前只能靠爬行来移动身体，后来经过康复训练，他才能拄着拐杖来进行行走。这样的经历啊，让他对于任何关于行动能力的困难，应该说他都肯定有一定敏感性。身障人士他肯定是敏感自卑的，甚至有一部分人可能会有一些病态的一些心，这是因为呢，在长期的疾病和诸多不便利之后，就会造成那种情绪的敏感。那从一个正常的普通人的角度来理解郑智化的行为，有些人可能就会认为啊，你这就是蛮横刁难，事后呢进行夸张描述，恶意放大事实。但是呢，如果你带入身障人士的角度，你就会发现他们的世界确实与我们普通人是完全不同的。就像小王刚才讲的，中国的身障人士比例应该是不小的。其实啊，中国大陆大概有超过8500万的身障人士，但是呢，在街上确实很少看到他们，就不是因为他们不存在，就是因为啊，他们出门太费劲，有点困难，往往就得需要身边人的各种照顾。郑智化的那种带着愤懑情绪的语言描述，和大家看到的视频里面的感受好像是不一样。其实这无非就是一个长期出行不便者从他角度的一个长期受到压抑之后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达哈。那你作为正常人，你可以了解你所看到的，但也要理解他的一些感受啊。前面那段视频中，金晶我觉得他说的很对。连滚带爬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当郑智化说没有人性的时候，他也不是在说具体的某位工作人员没有人性啊，我很理解他的心情，其实是对身障人士、弱势群体忽视了长期的愤懑，没有照顾他们的这个出行需求，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那他们总去麻烦周围人，其实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对，就像老罗前段时间去西贝吃了一顿饭，然后他觉得这个菜量又小，饭价又贵，所以他就发了一条微博吐槽了一个牢骚。你想，正常人连一个饭难吃，我们都要发微博吐槽一下，对不对？何况这个身障人士啊，而且不管是郑智化也好，还是老罗也好，他们肯定本身都没有想到自己只是随手发一条微博吐槽，就引来了这么剧烈的一个蝴蝶效应。所以我认为把郑智化的遭遇政治化真的是非常愚蠢。一个身障人士的吐槽不应该上升到两岸关系、名人身份的高度，而应该回归到最本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是否足够包容，我们的无障碍设施是否足够完善，我们是否真正帮助身障人士融入社会，让他们感受到被关切、有尊严。更何况今天的身障人士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当我们老了，行动不便了，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社会能够善待我们，给我们保留最基本的尊严。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